嗨，大家好！现在呢，我在松江的佘山站9号线的地铁站。我将从这边呢开始我今天在松江的骑行。今天呢，其实到青浦的山姆店来采购一些物品。我记得上一次到佘山这边来骑行呢，因为没有事先的去做攻略结果骑行的线路呢没有做好规划。原本呢在松江呢有一条绿道就佘山脚下的绿道是专门铺成了这种棕色的跑步道，或者呢是单车道。结果呢，等我发现有这么一条骑行道的时候呢，已经接近了我骑行的尾声，所以我就放弃了那次骑行。但是希望呢，在一个好天气还是能够到松江佘山的地方来专门骑行一下这一条连接着好多名胜的骑行道，一共呢据说有12.7公里那么长。所以今天呢，趁着出来采购我就让我太太呢开车把我在佘山站这边放下，她呢继续前往山姆商店采购。我呢就转到了这条马路我刚才忘了看这条叫什么马路了，但是呢我发现就在脚下这条棕颜色的骑行道，正是从这个佘山站对面就开始了。想必呢是专门设计好的一条骑行道。这边呢是一条林荫大道非常漂亮。应该在我的右侧这些树丛里面呢，就是佘山的高尔夫球场，对面呢是一些别墅的庄园。上海进入冬季以后不断的会有冷空气来袭，据说明后天呢要降到0度以下但是今天呢阳光明媚很适合出来骑行。而且呢最近因为对疫情放松了管控，到各个地方去呢也不需要扫码，行程码呢也被取消了。所以从心情上来讲就更加的放松。虽然呢大家都心知肚明，在未来的1-2个月里面呢会迎来一波感染新冠病毒的高峰，但是呢根据全世界大家的一些防控的经验相信呢这个病毒已经是强弩之末对人类的危害呢已经没有那么猛烈。它的致病率或者说重症率呢已经降得很低，死亡率几乎和感冒呢不相上下了。这也是全世界绝大部分的国家在医学的专家的研究指引下逐步放开到全面放开这样的一个原因。中国呢虽然是一个人口大国，各方面的基础呢稍稍还差一些，或者说呢地区之间呢非常的不平均，所以国家采取了一些更为严厉的防控的措施应该也是情有可原。但是毕竟来讲是同属于地球村，开放呢迟早的事。即便呢还是会有些人因为害怕还是心有余悸，甚至呢还有很多人反对放开，都可以理解。
我骑在这条漂亮的林荫路上啊，就感觉好像似曾相识啊，好像来过啊。果然呢，我看到牌子，这边有个技高乐园，一个小朋友在那边玩的一个乐园。再往前呢，就是月湖的雕塑公园了。原来这条路呢，就正对着9号线的蛇山车站啊。原来如此，那就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心，骑对了路啊！希望今天能够圆满的完成环蛇山绿道骑行道的骑行。右侧的围栏里面呢，就是月湖雕塑公园了。上次还到它的门口呢，曾经去转过一圈，有点可惜啊。这个公园呢有门禁，好像还要买票，把最美的月湖的湖畔的这些路呢，都围在了里面啊，没有办法到里面去骑行。这边呢就是月湖雕塑公园了。今天呢，我就顺着脚下的这条棕色的骑行道骑行。看来呢，也没有什么游客啊。上次呢，在这条路上骑行过，右侧呢是一条河，河边呢就是这条棕色的骑行道。河的那头呢是蛇山玉珍品之选酒店啊，比较拗口的一个名字。
刚刚发现这条棕色的骑行道中断了一会儿，现在又连上了。这条路呢叫林荫新路啊，上次也骑行过。到了这边呢，就有点 confused 了啊。马路对面呢有骑行道连着，但是我记得右手边呢应该也是有一条这样的骑行道啊。到底往哪里走？我决定啊，还是往右侧的这条变窄的绿道上骑一段，不行就回来也没问题。这边呢，已经来到了蛇山森林公园的一个门了。
这已经到了我上次啊，在这个蛇山森林公园停车的那个停车场。我看了一下啊，没什么人，看来大家对于外出的这个意愿呢，还不是很强烈。感觉这条棕色的道路呢，快要到头了，所以看来呢，这边啊只能骑一段。迎面的呢就是蛇山了啊，森林公园上面的大教堂、天文馆。现在我要穿过马路啊，走到外青松公路的对面去。我看对面呢还继续有这个骑行道啊，哎，这里也有啊，居然这里也有骑行道啊，再骑一段试试看。大型或者虽然感觉这边呢马路里面也有这个骑行道啊，但是呢断断续续，感觉呢应该并不是一个连贯的骑行道了吧，所以呢我还是要过马路去。我就在这个森林宾馆啊这边的过马路，在蛇山国家森林公园的边门，也就是出口呢拐弯。这里呢有环山路啊，你看，照样是有这个棕色的骑行道的，所以呢，我就骑到这个里面来看看骑的路对不对啊。其实我看这个马路啊，很多马路的边上都有这种骑行道，不知道它是一个连贯的呢，还是它有多条共同组成的啊，不太清楚。但是我想，随着这个骑行道来骑行，应该是没有错的。看到这个蛇山公园的显示牌上，现在在园人数是251个人，就说明在山上的游客非常之少。
哦，原来这边也很美啊，就围绕着右侧的蛇山，在山脚下骑行。左侧呢是一条小河，或者是一条小河沟啊，里面呢看来都是一些豪宅。相信这条道呢应该是对的啊，专门供人骑行的一条径道，就在蛇山的脚下和一条河之间，密密麻麻的树丛之中啊，秋天的颜色，有殷红的树叶、枫叶啊，也有呢变成了褐色的水杉树，更多呢是一些常绿的乔木。所以虽然是秋天的季节，但是呢，还是生意盎然，很有活力的环境啊。这条路上啊，没有什么车，人也很少，非常适合骑行。而且呢，风景优美，各种各样的树木的环绕之中啊，从容的骑行。这边有一个上海市少年儿童蛇山活动营地啊，环山路上，这条是环山路。前几天呢，我在崇明啊，也是因为疫情管控放松，外地车呢可以自由的进出上海高速公路收费站。原本那些要查核酸、验码、做登记的检查的地方呢，全部都被撤除了啊。所以呢，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所以呢，特地开车去了一趟崇明，破天荒的在崇明的一个湿地公园骑行。崇明的那些郊野公园呢，跟上海市附近的其他一些地方郊野公园，也就是伯仲之间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崇明的那几条大马路，就是东西走向的，像澄海公路，还有一条叫红海公路，另外一条最北边叫北沿公路都是超级无敌美。到了这边呢，好像到头的感觉我不知道那个绿道还在哪里。这边倒是有一个西蛇山的导览图，我们来瞄一眼。
也没有写到底人在哪里啊。总之，环山路应该兜了一大半了吧。突然发现这个地方方向不明了，但前面倒是有个上海电影艺术学院佘山校区。右手边这里呢，就是上海天文博物馆佘山工作站。如果开车应该可以上去，但是我发现呢，这个前面好像还有路啊，只是呢，这个骑行道去到了马路对面了，可能这条路比较窄的缘故吧。就在这里继续向前，一直骑到没有路可以走为止。以前我记得开车呢，顺着这个环山路啊，专门走过的啊。这里路太窄，它硬是开辟了这么一条骑行或者散步道啊，并不很连贯。这边呢又找不见这个骑行道了，原来在这里呢。这个地方断掉了，又回到了外青松公路啊，在前面。原来呢，要走过这个外青松公路啊，马路里面，在这个林荫丛中，又接上了这条绿道。完全不清楚这个绿道是不是就是这样走的啊？但是呢，但凡有这个中式的绿道，我们就跟着走。而且看到这条棕色的骑行道啊，看上去成色比较新，还是大家没有注意啊，不愿意到这边来骑呢。在外青松公路的左侧，和这条马路啊并驾齐驱的就是这条骑行道。骑着呢有点意思啊，虽然呢在公路的旁边，但是呢还是依靠着一大片的树丛啊、绿地，在这样的绿色丛中转了一圈以后呢，又到头了。
这个很有意思啊。骑着骑着以后呢，就断了。你接下去要到哪去找这条路呢？哦，好像要到这边来，又接上了一段啊，非常的不连贯。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哦，原来转了一圈呢，又回到了蛇山的路口了。原来这样。这个就是所谓的蛇山绿道的总图啊。现在我在这儿，应该已经围绕着蛇山逛了一大圈了。我要往哪里走呢？这边呢写着啊，蛇山绿道比我想象的要长。原本呢，第一条是12.7公里，但是21年啊，也就去年完成了外青松环山蛇天鲲公路段环线绿道呢6.2，所以加起来实际上是18.9公里了，是这么一回事啊。但是我现在应该要往哪里走呢？好吧，蛇北公路。我还是从蛇山国家森林公园的门口啊，继续往前骑。这条路上次也骑过啊，是一个大坡，但是骑行道呢到这边就消失不见了。刚刚呢，我就是走的右手边的环山路啊，这回呢我就要直走了。也就是说呢，我已经围绕着蛇山国家森林公园完整的骑行了一圈了。现在呢，我又回到了外青松公路上。这条蛇天鲲公路呢，上次也专门骑行过啊。现在我们继续往前走。
前面呢就是林荫新路，左侧呢就是我刚刚从蛇山车站骑进来的那条马路。我现在呢准备向右拐，因为我刚刚就看见呢右侧是有专门的骑行道的，就是这条。看到前面呢有郊野公园，有城山植物园啊，更远的地方呢应该有其他的一些游览的地方。到了这边呢，方向不明了啊，没有看到那个中社的骑行道了，导致到了省专公路的跟前了，何去何从啊？我环顾四周也没有找到那个中社的骑行道啊，所以呢，我想着我还是掉头吧，在这个林荫新路啊，继续朝北，顺着这个骑行道骑行，也可能呢，这样才是正道啊。右手边呢也是一条小河啊，小河里面呢，我感觉就是应该低密度的一个别墅式的社区吧。好像也不是啊，更像一个郊野公园的感觉。一下骑过了头啊，原来这边呢还有一条中社的骑行道，看看这个才是正途吧。现在我看在哪里啊？现在我在这，刚刚的已经环线都骑完了，真是有点乱了啊，非常的不连贯啊。呵呵，
这条路呢还是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啊，断断续续。如果你要是完全按照这个棕色的骑行道的骑行呢，那就要下很多的台阶，很多地方你根本就是必须要下车才能过得了这个坎呢。这个路做的有点马虎了啊。后来发现还有一条并行的更宽一点的骑行道。已经完全弄不清楚这条路啊到底通向何方，但愿前面呢会柳暗花明。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地方呢，突然看到了欢乐谷的牌子了。莫非这条路直接去到欢乐谷的吗？好，那我们就到欢乐谷跟前去兜个圈吧。原来呢，外面那条马路啊，就是一直开车的很漂亮的一条大马路。原来是这个马路里面小河边上还有这么一条优雅的骑行道。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道上面都还给你做上一些栏杆啊。欢乐谷上海佘山国家旅游度假区，一个大牌子就在我眼前。边上这条马路啊，棕色的颜色呢都已经褪了色了，但是呢，却是一条非常不错的新道。再往前切一段。这边呢，从省专公路边上的骑行道啊，已经到了人民北路了。这不太清楚，这里已经没有那个骑行道了。先走到马路对面来。骑行道还在啊，但是通向何方已经是摸不着头脑了。绿道，灵湖路。哦，灵湖路我知道了。刚刚我开车的时候见到灵湖路的路牌啊。看来骑着骑着呢，又骑回到佘山车站附近去了吧？哦。
果然呢，我已经看到了嘉松南路啊，左前方呢就是蛇山车站了。原来骑到了这里来了。看来这个松江围绕着蛇山的绿道没有完全规划好，最起码呢就是那些指示牌是不清晰的啊。这边呢，就是平时我们开车路过的蛇山国家旅游度假区，这么一个大石头上面的几个大字啊。非常奇怪的，你看啊，这个牌子上明明写着跑步、单车都可以使用的道路，但它在门口呢，却用那些红白的栏杆啊拦住，你必须要下车推到里面才行啊！不知道什么路数呢？现在呢，我已经在嘉松南路啊这条嘉松公路大马路上向蛇山站方向骑行。从我手表上啊运动监测的那些指标来看呢，我已经骑了相当的距离了，达到了锻炼身体的目的啊。今天在蛇山绿道这边骑行，虽然有始无终啊，有头没尾的。因为呢，实在也找不到一条完全能够把它连起来的骑行的线路啊。很多线路呢都是散的，一会儿通到这边，一会儿通到那边，或者说也没有一个指示牌指示你怎么样才可以完整的骑行12.7或者18点几公里的这个路程。但是也无妨，没有找到全部的骑行的点，但是呢，只要自己啊已经获得了一个足够的运动量，自己的身体得到了满足呢，我觉得就可以了。所以呢，
今天我们就在蛇山附近骑行呢，告一个段落啊。然后呢，就骑回到我刚刚出发的蛇山车站附近时。那这一段呢，也算是我上次在蛇山附近骑行的一个补充。虽然呢，也没有完成完整的蛇山绿道的骑行，我们留在以后有机会再来过。今天呢，就分享到这边。趁着好天气也跟大家分享一下阳光明媚的冬天，有机会呢就出来健身骑行，看看风景。谢谢大家的观赏，祝大家都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心情。再见，拜拜。